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阿迪达斯的米切尔七代 Dunk Issue 7。全掌 Light Strike 加上前掌一块内嵌的 Light Strike Pro 拉链加上太空棉材质的鞋面，这一双鞋啊，在外观上看上去比上一代肥了一大圈，没有了上一代身上凌厉的感觉，反而多了一份圆润。在重量方面啊，同样有着一定的上升，单只42码的重量差不多在不到400克的样子，会比同尺码的6代差不多重个30来克，重量表现平平。好在整体的重量分布啊还算均匀，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还算可以接受，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坠脚感。只要体力不是特别差，它就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整一双鞋的配置和结构啊，其实跟上一代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除了这个拉链鞋面以及整一双鞋都大了一圈之外，其他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大家也都知道，上一代的米切尔6代啊，我是真的非常喜欢，现在我手上还自留了好几双。那这一次的7代还能不能延续上一代的优异表现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一双米切尔7代在实战方面的表现。如果你最近有想要购买米切尔7代的冲动，希望你可以把这一期视频看完，看完之后啊，一定能够让你对于这一双鞋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在抓地方面，跟上一代基本没什么区别，相同的外底用料，几乎相同的大地纹路，所以在抓地方面的表现依旧非常出色。在干净的场地上，它的抓地非常棒，基本上就是指哪打哪，不管往任何一个方向移动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但是啊，耐磨依旧没什么提升，虽然纹路相比上一代确实要深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却更细了，此消彼长，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如果想要用来打外场，还是尽量考虑清楚，好吧？我还是更加推荐大家只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抗扭表现依旧非常出色，跟6代一样，用了一块跟6代啊几乎相同的 TPU 支撑片作为前后掌之间的连接材料，不仅让前后掌的过渡更加自然流畅，也让它的整一个中底刚性得到了保证。不管做什么动作，脚底下的球鞋都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强度非常高。而前插的 TPU 在这一双鞋身上也还是有的，毕竟啊，这也是阿迪达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构件嘛，几乎每一双篮球鞋都会用上这个前插的 TPU 键，这一双鞋也并不例外。但是啊，相比上一代偏硬偏板的一个调教，这一代在初上脚的时候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绊脚的感觉。相信了解过米切尔6代的兄弟们应该也都知道啊，它是需要大家花一定时间去进行磨合的，小体重的球员甚至还会面临磨合不开、驾驭不了的情况。但是这一双米切尔7就是属于完全不需要任何磨合的一双鞋子，一上脚就有很不错的脚感和中底过渡，一点绊脚的感觉都没有，对于小体重的球员来说会友好不少，而且自然弯折点也非常合理，加上出色的足弓支撑，穿它打球足弓完全不会有任何不适感，非常棒。米切尔6代的稳定性其实已经非常出色了，而这一次的7代在6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宽了外底的造型，虽然确实会损失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稳定性啊实打实更进一步。在实战的过程中，不管做什么动作，脚底下都非常安心，每一步都能踩得非常实，稳定性非常拔群，非常的安全。如果你平时啊有习惯性崴脚，或者是对于球鞋的这种稳定性要求会非常高的兄弟，米切尔7代你可以考虑一下，好吧？ OK， 基础性能就差不多是这样，抓地出色，抗扭优秀，稳定性也同样非常拔群。想要拿来打球，想要用来上强度都没有任何问题。那打球啊确实是没有问题，但是要做到好穿，只有这一些远远不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在风格化的处理方面做得怎么样，看看这一双鞋究竟会更加适合哪种类型的球员去进行选择。 在脚型适配方面，这一次的米切尔7会比上一代的包容度要更广一些。你别看它有一个拉链式的鞋面啊，但是它的鞋楦就是实打实要比上一代更宽一点。只要不是超级大宽脚，应该都能得到不错的包裹锁定。但是这种带拉链的鞋面啊，对于高脚背的兄弟们来说，肯定是极为不友好的一个存在。除非你们愿意啊，不拉上它的这个拉链，就把它当做一双传统系带系统的篮球鞋来穿。虽然就算不拉这个拉链啊，也能得到不错的包裹锁定，但是拉上拉链确实能够让它的中段锁定更上一层楼。系紧鞋带拉上拉链，它能提供给我们非常优秀且非常舒适的包裹体验。米切尔6代除了中底需要磨合之外啊，鞋面也同样需要大家花时间去磨合。初上脚的时候，不管是前掌的弯折点处，还是后跟脚踝处的鞋面，都会多多少少有点卡脚，需要磨合个几场球的时间，它的舒适度才能得到提升。而这一次的7代则完全不需要磨合，一上脚就特别舒服。
双脚在鞋内得到了360度的全方位呵护。但是这种太空棉的鞋面啊，加上厚实的内部填充，光是看看啊就能知道想要穿这一双鞋在夏天打球能有多热，透气性啊是真的不太行。在意这一点的兄弟们啊，还是不要考虑这一双鞋了，好吧？而且这一类的鞋面啊，还有一个缺点是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一下的，就是它的鞋面寿命。这一类鞋面的强度衰减啊，相比现在一些比较主流的网布鞋面或者是热熔鞋面，肯定是要快不少的，而且啊也会更加容易出现破损，并且这一双鞋侧面的中底橡胶上翻做的也没有上一代来的到位。虽然它的中底啊确实上翻至了鞋面，但是每一个位置的上翻高度都差不多，只有那么一点点，在侧面的主要受力点位置处并没有做出什么针对性的加强。当然啊，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它的鞋面强度确实还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衰减，只感觉到鞋仓内部的空间在慢慢的变大，比第一次穿的时候要富裕了不少，拉链也能更容易拉上了。当然，在鞋面的周围一圈啊，它确实给到了我们一层热熔材料的补强，系带系统也跟上一代一样，用了大量的动态鞋带孔，以达到更好的动态锁定。确实，它的动态锁定是非常棒的，非常出色。在变向的时候，双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有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情况出现。但是啊，这种鞋面材质后期的强度衰减肯定会比上一代这一种多层网布要来得更快。不过也不排除后续其他配色会使用不同的鞋面材质，就跟米切尔6代一样，米切尔6代啊，在不同的配色之间也会有一些鞋面用料的不同。不知道这一代啊会不会也是这样？如果后续啊会推出一些其他鞋面材质的版本，那去选择那些版本一定会有更好的耐用性以及透气表现。而至于它的中底表现，虽然它的配置啊跟6代完全相同，都是用的这种全掌的 Light Strike 加上前掌一块 Light Strike Pro， 但是调教区别真的非常大。米切尔6代的重心会更低，更加贴地，不管是在场地感还是反应性方面，都会有更加出色的表现。而7代的中底明显会更加厚实，脚感会更加优秀，一上脚啊就能明显感觉到脚底下的柔软。7代的中底会更加均衡，适配人群也会更广，更好的脚感啊也能更加讨喜。虽然场地感并不是特别的出色，但是反应性依旧优秀。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脚底下的反应非常直接，几乎没有泄力的感觉。加上中底前插板材的加持啊，还能提供给我们一定的推进感。虽然比不上6代来的那么的给力啊，但是还是能感觉到的。在驾驭门槛下降的同时，依旧还能给到我们一定的中底推进感，这一点啊一定是值得表扬的一个地方，对吧？而且啊，它的后跟上翘幅度相比上一代也会更加夸张一些，加上更加柔软的中底框架，在跑跳时它的中底过渡会比6代要更好，在后跟接触地面时会更加的丝滑，更加的流畅。不管是正常跑动还是蓄力起跳，它的中底过渡都非常的丝滑，非常的流畅，不会有任何的一丝断层感。而且啊，整体的缓震表现也会比上一代有一定的提升，缓震极限会更高。我180斤的体重，即使是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情况下，也完全感觉不到震脚。当然啊，毕竟外部的框架用的依旧是 Light Strike， 虽然这一次的厚度还挺厚，但是也不可以忽略掉它衰减快的这一个特性，对吧？米切尔7代初上脚的时候，它的中底确实能够给到我非常柔软的脚感，起码比6代啊要柔软很多。但是差不多在2场球之后，就基本上被我给踩实了，没有了太多软的感觉。所以啊，衰减其实还是有点快的。我之后会把这一双鞋交给我身边的朋友，让他们去继续穿，继续测，看看过个1-2个月之后，它的鞋面以及它的中底会有怎样的变化。如果你想看这一双鞋啊，2个月后它会有怎样的一个改变，点点赞，点点关注，求求了，好吧？米切尔7代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S 减，相比6代的激进，这一次的7代会更加中庸，更加平淡一些。确实啊，驾驭门槛下降了不少，也给大家减少了磨合的时间，但是它的实战体验在我这里啊是比不上6代来的给力的。米切尔6代在磨合完成之后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出色推进感、优秀场地感以及迅猛反应性是7代所不具备的。那哪种类型的球员会更加适合这一次的米切尔7代呢？我觉得啊，这一次的米切尔7代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受众人群，这双鞋的受众人群还是挺广的，没有什么驾驭门槛，各方面的表现又特别优秀。除了确实不怎么透气之外啊，其他确实没什么特别明显的短板。如果你比较追求第一步爆发突破，希望脚底下的篮球鞋啊能提供给你比较明显的这种推进感的，那我还是会更加推荐你去选择米切尔6代。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好的脚感，想要更好的舒适度，或者你根本不想要花任何的时间在一双鞋的磨合
合上，那米切尔7代则会是你更好的选择。可能阿迪达斯也发现了，需要极致篮球鞋的人群啊，其实只是一小部分，而这种适配性更广的篮球鞋才能真正被大众所接受。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